刘曼琼没想到叶晨随手送自己的生日礼物竟然会如此昂贵，昂贵到即便是费家的老爷子也仅仅是从叶晨那里讨的半颗。一想到这，他心里忽然百感交集。这一瞬间，他心中有少女般的欣喜，也有无功受禄的惶恐。可是他没想到费可欣下一句话更是把他吓得瞠目结舌。只见费可欣表情挣扎了半天，看着刘曼琼，极其认真地问道：刘小姐，这颗散血救心丹你打算卖吗？如果你打算卖的话，我愿意出100亿美元。没几个人能比费可欣更知道回春丹以及散血救心丹的实际价值。回春丹那种能够卖到3000亿美元的神药就不用说了，即便是散血救心丹也是能治百病疗千伤的极品，即便是垂死之人也能续命3-5年。对走投无路的人来说，他甚至愿意用5年寿命去换5万块钱。就比如当年那些仅为了买一台苹果手机而卖掉一颗肾脏的年轻人，为了2-3万块钱甚至让寿命缩减10年不止。可是对于掌握了这个世界最顶级财富的金字塔尖人群来说，他们甚至会愿意花掉10亿甚至几十亿美元来为自己延续哪怕仅仅1年的生命。费可欣希望能够将这颗散血救心丹买下来，如果将来爷爷的身体再出了什么问题，有了这颗丹药就可以确保他安然度过难关。所以即便是100亿美元对费可欣来说也不算什么，而且在他眼里，如果能以这个价格买到一颗散血救心丹，也算得上是非常划算了。刘曼琼听得头皮发麻，他不敢相信只是叶晨随手送给自己的一份生日礼物，在费可欣眼里竟然价值100亿美元。爸爸辛苦奋斗了一辈子，才差不多创下了100亿美元的家产，而如今叶晨送给自己的一颗丹药就能轻松抵得上他一辈子的努力。这让刘曼琼惊得不知该说些什么。迟疑再三，刘曼琼满脸歉意地说道：对不起呀，费小姐，这个丹药是叶晨送我的生日礼物，我想好好保留着，还希望你能够理解。费可欣有些恍然，但还是很快反应过来，微微一笑，点头说道：没事儿，不要紧的，这是他送你的礼物，对你来说肯定意义非凡。说着，费可欣心里忽然有些委屈，他知道自己在叶晨心目中不可能比顾秋怡、比伊藤菜子重要，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在叶晨心目中甚至不如刘曼琼重要。他在心底问自己，为什么叶晨和刘曼琼明明只是认识几天而已，为什么叶晨对他这么好？想到这，他又抬头看了看刘曼琼。不得不承认，刘曼琼确实很漂亮，这个平时有些高冷十分清秀的女孩子，在梨花带雨的哭了一场之后，更显得我见犹怜。但费可欣觉得自己也不比刘曼琼差。刘曼琼这时候见费可欣看着自己失神，忍不住问道：费小姐，你不会生我的气吧？费可欣连忙摇了摇头：不会，当然不会。说着，他伸手指了指刘曼琼手中的小木盒，嘱咐道：刘小姐还是把这丹药收好吧，这个东西价值连城，尽量还是不要让别人知道。好，刘曼琼点了点头，将小木盒贴身收好，旋即想起什么，连忙问费可欣：对了，费小姐，你怎么会知道叶晨那么多事啊？感觉你好像对他非常了解。费可欣自嘲地笑了笑，道：之前在金陵的时候，我悄悄调查过他的情况，再加上自己的一些推理，很多事情也就梳理出一个脉络来了。刘曼琼不禁赞叹道：费小姐果然聪明，换作是我根本就想不到这些。聪明，
费可欣笑了笑，摇头道，聪明也没什么用。说着，他表情忽然一怔，似乎想明白了什么。其实费可欣知道叶晨对自己似乎一直都有一种距离感，之前他一直都没想明白到底是为什么，还以为是自己以前故意化名沾分欺骗叶晨，让叶晨对自己心有不满。可是这一刻他忽然有些想明白了，叶晨之所以跟自己保持一定距离感，或许就是觉得自己太聪明了。对叶晨这种多重身份的人来说，他一定不希望别人对他了解太多，而自己因为过于聪明，过于能从各种线索中拼凑推理出隐情，所以一定会给叶晨带来一定的危机感。所以叶晨跟自己保持一定距离也是理所当然。想明白这一点，费可欣忽然有些懊恼。人们常说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自己很可能也是这句话的另一种解读方式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费可欣看到叶晨从马路对面走了过来，于是他急忙低声对刘曼琼说道，刘小姐，叶先生回来了，我们刚才聊的内容千万不要让他知道。刘曼琼连忙点了点头，费小姐放心，我明白的。很快叶晨便拿着一个新买的手机壳走了回来，他没顾得上坐下，便把手机壳放在了刘曼琼的面前，开口道，曼琼小姐，试试看这个手机壳怎么样，我特地买了不透明的，这样就看不到手机后面的裂痕了。刘曼琼经过费可欣的说教，以及得知那颗散血就心丹的价值之后，先前的委屈已经一扫而空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感动。眼见叶晨专门去给自己买回手机壳，心中更是有了几分惭愧的感觉，于是连忙点头说道，谢谢叶先生。叶晨见他情绪平复了许多，也算是放下心来，微微一笑，叮嘱道，如果不愿意换新手机的话，那么最好一直带着手机壳用，否则会被划伤的。我知道了，叶先生。刘曼琼连连点头，同时赶紧将手机壳拆开，给自己破损的手机套了上去。手机壳严丝合缝，非常趁手，后面甚至还带着卡通图案，图案上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卡通小狗。刘曼琼对这手机壳似乎特别喜欢，拿在手里情不自禁地反复把玩，心情也瞬间好了许多。一旁的费可欣见刘曼琼露出如孩子般的笑容，心中更是不由得涌上一股羡慕之情。可是一想到自己根本就不是这种柔软的性格，他便不由自主地在心中暗想，我可能这辈子都不能像刘曼琼那样让叶晨情不自禁地想要照顾呵护，既然这样，那还不如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，用另一种方式伴他左右。